這是我練無情道第99次違規，被全派最强的高冷師兄堵在合歡宗大門外。他搖着劍坠，不緊不慢靠前，目光極冷。我深知他最痛恨信念動摇的弟子，我嚇得雙腿發軟，剛想下跪求饒，他卻死死盯着我頸部的紅印。緊接着他問出的話，讓我瞬間愣在原地。他哪點讓你這麼上癮？晚間下山，撞見師兄師姐在山口嚴查。偷跑去會情郎的都站出來！陸陸續續走出來一群人，師姐挨個罵，罵着骂着就到了我面前。她瞅見我，頓時愣住了，接着神情微妙的轉頭看向不遠處抱劍站立、身材修長的那位全宗門最拔尖的高冷師兄李長鹿。師姐使眼色，讓他自己來管。我和李長鹿都在同一個師父門下，師父常年在外，全靠他管着我。我向來守規矩，非常聽話，直到他發現我白天喊他師兄，夜半入夢亦是這般輕聲喚他，他就不再管我了。此刻也是，他站在那裡，碰上我的視線，側頭移開目光，這就是放我走的意思。你就不怕你家師妹下山私會情郎？我走出山門，聽到師姐問他，李長鹿的聲音慵懶清冷，卻莫名其妙的肯定。他最多下山偷吃幾塊點心。可他的眼神又轉了回來，十分輕柔地落在我身上。我確實是下山偷吃點心的，但李長鹿不清楚，點心是情郎買的，偷吃的也不光是點心。無情道小友，白皙修長的手提着一袋點心在我眼前晃了晃，我抬頭望見一張稜角分明又溫和帶笑的臉。數個月前，我下山去歷練，大雨中受傷，迷失方向，同門把我搞忘了。天色變暗，妖物潛伏，是他路過，順手殺光了，又背着我往山下走。我這一路对他說：“我是被調劑到無情道的，天賦不好，並且不想修道，就想學點算命術，好下山賺錢。”但殘酷的訓練簡直要我的老命。進獄時連續好幾天不讓吃飯，他安靜地聽着。那以後就經常給我帶些吃的。小道明，我名叫宋蘭台。他頂着那副極俊俏的面孔，有些不自信地對講：“我沒幾個朋友，能和小友待着聊聊天，看看晚霞，也是開心的。”我以為他跟我是一路人，直到有一天上課，合歡宗出了個天賦異異的少年。師長憤憤不平，指着畫像上那副狂放不羈的帥臉，對大家說：“撞見他，你們能跑多遠跑多遠，不然就等着被他耍到骨頭渣都沒了吧。”我才恍然，我這是剛離開新手村，就遇上滿級海王了。可我真心饞他做的點心，偏偏我下山找了3座城的所有點心鋪子，都不如這個好吃。因此這會我倆約在山洞裡，我蹲在地上猛吃點心，像暈乎了。多吃點啊，吃完就要罷了。誰在出聲？我一愣，抬起頭，宋蘭台笑着偏頭看我。別慌，慢慢吃。我腰上掛着的玉珠子閃着微光，那是能聽到心聲的法寶。這是啥東西？他挑眉，靠過來拿起。沒見你帶過。防身用的，師兄送的，很少帶。師兄？他帶笑的眼神掃到我臉上，隨隨便便的哦了一嗓子。我還沒來得及開口，他低頭靠過來，埋在我脖子上嘆氣。我聽話帶着你送我的紅繩，你卻帶着別人的。你有許多許多人，但我只認你。山洞外，春雨敲打葉，忽冷忽熱。他的腦袋蹭來蹭去，放在我後腰的手用力彎腰親了下來。只是他沒算到，風吹起我衣角，他寬厚的手掌直接摸到了我的皮膚。他從未摸過。他的眼睛猛然睜大，喉結下意識一滑。切，摸到髒玩意兒了，親幾口就罷了，他還真當我要睡他。我洁身自好那是留給我家師姐的，他也配。等我把他拐過合歡宗燒掉，做成法寶送給我師姐。哎，他咋不親了呢？我愣住，確認這動靜是宋蘭台的心思。他沒多少耐心，扣住我的後腦勺又要強吻。我揮手用力抽了他一耳光。宋蘭台的表情有1秒的呆滯，他沉着臉蛋死攥我的手腕，一瞬即逝的狠毒憋屈，但也得忍，沒人敢這麼揍他。他睫毛直抖，有些克制的激動。你的手不痛嗎？他扯着我的手巴結我。你還不適應我親你嗎？還是你在怪我好久沒來尋你了？他眼睛溫柔含笑，可他的想法卻是耍什麼性子？哼，黏糊成這樣，這麼簡單就愛上我了？無情道的笨蛋真好忽悠。我一把推開他，我該走人了。他戀戀不捨地揉搓着我的頭髮。下回啥時候才能見小友呢？若哪天你能陪我回合歡宗就好了。我沒吭聲，直接走向洞口外。他有點吃驚，要是以前我會求着他多陪我一陣，但他急着回去找他師姐，也沒苦苦留我。我走下台階，轉身瞧見他低頭扯斷了我給他的紅繩，冷冷一笑，想扔掉卻沒扔，手指來回搓捏那根細細的紅繩。不值錢的垃圾玩意兒。冷落他幾天吧，讓他難受個10來天，沒必要這麼哄着了。
夜雨凄涼，我彩劍在半空飛行，碰了碰腰上的玉珠子，抽了抽鼻子，心裡挺難受的。修仙太累，我最初只是想找個人陪陪，日子有點指望而已。拿我燒了做法寶，去哄他師姐開心，原來還能這般。如果我把它燒了呢？我拿出戒指，在論壇發了個求助帖。敢問道友們，能把合歡宗的燒了做成法寶嗎？馬上有人跟帖，又是一個被合歡宗騙走真心的。樓頂加我一個，合歡宗再這麼忽悠人，無情道徹底廢了。拿啥參加修道大賽？嚴肅回答一句，不行。把人燒了做法寶是合歡宗的獨家絕招。沒過幾分鐘，有個邪修兄弟留言：鄙人有一招，兄弟可毀掉了我將那合歡宗的情根，幫你成仙。情根被斷的人愛不上別人，哪怕天分再高也練不成道了。前提是合歡宗心甘情願給你情根，絕對不可能。誰能哄到合歡宗主動送情根，誰就是我老祖宗。活到現在沒人做到。我丟了丟手裡的指環，有搞頭，敢坑我，我也能坑他。他想火烤我，給他當法寶提升法力，我偏讓這自以為是的倆人永生永世成不了仙。他的情根我斷定了。看着帖子越燒越旺，我為了穩妥刪掉求助，我飛過山門，降在院子，才收劍站穩，就看師姐慌慌張張地跳到我跟前。師妹，你要慘了，李長祖知道了，他送你的法寶是帶竊聽追蹤的。你師兄在那兒聽了1個多小時，你和合歡宗那家伙卿卿我我。我心裡一驚，咬緊牙關推開屋門，燭光搖晃，窗邊有人站，側臉清晰，卻看不透神情，光能聽到他極冷的一聲笑。我身子下意識立刻僵硬，完了，他火大了。李長路是極好的師兄，他高冷孤傲，卻非常踏實，撞見要挾，叫一嗓師兄，對面就化作血水，因而他的大名經常被念叨。師兄簡直帥爆了！無奈是修無情道的，沒人懂得跟他談戀愛是啥樣體驗。我同樣不懂，可眼下李長路死死地盯着我看，我心裡很明白，他這一劍劈下，我就要下去見太奶奶了。他搖着劍墜輕飄飄走來，我連連後退，直到無路可退。我後頭是窗戶邊竹葉晃動的懸崖，李長路拿劍把頂住我的腰，把我撈了回來。師妹當心。講着關懷人的話，眼神卻冰得瘆人。他最厭惡把持不住的人，絕不會放過我。剛要認錯時，卻看師兄冷冷地掠過我脖子上的草莓，問了聲：他哪兒讓你如此上頭？我腳軟，直接跌在椅子上。李長路無情道練得極棒，故而他不會像我這般管不住嘴巴，也管不住感情。他給我吃點心。李長路的語氣冰冷隨意。光給你吃點心？我埋頭沒看他，他揮手輕輕撲滅蠟燭。進行到哪步了？老實講，師兄絕不罵你。師兄，我錯了，我一時間沒管住自己。我邊認慫邊扯住他的衣角。師兄，你踩中我的裙擺了。那還是李長路幫我縫的。他聽完蹲下身，拍了拍我裙邊上不注意從山洞沾回來的泥巴。房裡死一般的靜，連風聲都不見。他就這麼屈腿半跪在我的腳邊，擦了許久，擦得我心亂如麻。盤算着讓他一劍給我個利索時，房裡突然飄出他的嗓音，極輕的一句：那我呢？他抬頭，月光照在他極其冷豔的臉上。你師兄我大小就陪着你了，你不要我了嗎？我從沒見過李長路這般展現脆弱的模樣，我大驚，心裡一酸，趕忙哄他。啥叫師妹永遠都是你師妹？外頭勾搭多少個回來還是你師妹？越講越不合理。越講，他的雙眼越紅，我受不了，緩緩摟住他的肩膀，輕拍他的脊背。房外有人路過，我頓覺不妙，站起想後躲，可埋在我脖子裡抽抽搭搭的人竟反手按住我的脊梁，結實有勁的手把我死按回原位。他喘了口氣，低聲說：你歲數還小，這不怪你，師兄就是想跟你切磋一下，他都是咋教導你的？他揚起臉，清冷眼眸看着懵懂，卻格外引人留意。不妨與我近身相伴。師兄不懂，但李長路悟性極好。無情道小友，宋蘭台晾了我好幾天，總算願意在今天見我。他吃準我會哭鬧纏他，刻意來的晚點，想讓我自己先等到沒脾氣。但他到時我沒哭不說，還頻頻發呆臉紅，不知在想什麼。怕你吃煩，我換了做法。他微微彎腰，把點心遞到我眼前。我足足做了1個時辰呢。我回過神，他正要塞進我嘴裡，卻被我躲開了。我來之前吃過了，吃不下了。他帶着笑，可眼神卻變冷。吃過了，行吧，小友你帶回去吃吧。山風吹過外面的竹林，也吹着我的頭髮，短暫地擦過他白皙的脖子。他指尖一動，有點癢。宋蘭台偏過頭，習慣性地湊上來親我，卻又被我躲開了。他盯着我，半開玩笑道：吃過了。話一出口，他微皺眉，察覺到自己有些不爽。他向後仰，與我拉開距離。不想親，那我走了。玩砸了吧？以為鬧幾下我會哄着他嗎？這
這下他想親都沒得親了。我一愣，上次聽到他的心聲還有點傷心，但我开口道：“今天不知怎么的，对你有些没興趣了。”他一愣，他向來隨便一出手就能把人迷得神魂顛倒，沒人懷疑過他宗門第一的專業水平。雖然他只拿我練過手，他一字一句講得很慢。沒興趣了？我撩了撩頭髮，起身說：“你有事就早點回去吧，不用陪我了。”宋蘭台明明聽清了，卻笑得更加溫柔地問：“你趕我回去？哪兒學來的新花招？真不理他，他就該哭了。真煩，為什麼這麼煩？他就不能老實親完嗎？這張臉比師姐差遠了，真難看。我也沒興致了，正合我意。”宋蘭台起身，長腿一邁，正要走，卻停住。她笑着盯住我的脖子，不到3秒就收起笑容。這是啥？沒等我開口，她冷着眼，抬手在那處草莓用力一按，想讓那玩意消失，但越用力只會越紅，越扎眼。呵，她冷白骨感的手摸了摸我的臉，讓我解釋。哦，蚊子，無情道很窮，我沒錢買驅蚊符紙。她挑眉，有些嫌棄我那窮酸樣，沒再多問。我踩劍要走時，她停了幾秒，往我口袋塞了幾片金葉子。別再被咬了。看着惡心，我會心疼的。我走後，他兩傘靠在山洞邊，收起笑，念咒擦洗剛剛碰過我的手，漆黑的眼睛是不加掩飾的凶狠。惡心，早點宰了他。可轉頭，他瞥見石頭上沒被拿走的點心孤零零地扔在那裡，像他一樣。他冷笑一聲，回了合歡宗。合歡宗殿內，軟簾子層層垂下，喝酒交杯。宋蘭台斜靠在軟墊上，把玩着手裡略顯寒酸的紅繩。不遠處的好看小師妹想上去搭話，又不敢。別想了。她心裡只有大師姐。旁邊，她的閨蜜勸她：“那無情道的戀愛腦就是中了她的招，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被練成法寶送給師姐。”聽完，小師妹瞪大雙眼：“大師姐那麼厲害，還需要這樣？”她面露不忍，沒再講下去。她厲害？她的閨蜜咬牙，小聲說：“她開卷考都要抄我姐的，頂替我姐拿滿分。我姐告到校長那兒，卻被帶頭排擠了，最後失蹤在後山。”話剛講完，宋蘭台的兄弟路過，斜眼瞅了他們一下。他沒敢再講，那兄弟撩開珠簾，走到宋蘭台跟前。喲，這種紅繩要打很久才能編好，誰給的？宋蘭台語氣平淡，不重要的人。他旁邊的師妹總算逮住機會和他講話，笑嘻嘻地伸手去搶那紅繩。那我替師兄扔掉哦。宋蘭台一驚，出手攔住，可惜晚了。窗外水潭映月，紅繩沒了蹤跡，珠簾內立馬靜了，誰都看出他在發火。師兄，你其實很在乎嗎？宋蘭台收回手，冷笑一聲：“無所謂。”酒席恢復歡笑，沒人當真，只有宋蘭台的兄弟意味深長地瞥了他一眼。夜裡，兄弟又轉回池水邊，果然瞧見宋蘭台站在冰冷的水裡，煩躁地摸着東西。“你以前可不這樣。”兄弟悠悠發問：“別把自己搭進去了。”宋蘭台順着法術找到了，把紅繩帶回手腕。我心裡有數，如果被他發現紅繩丟了，心裡起疑，容易壞我事。他迎着月亮走上台階，語氣平淡：“他只是師姐的工具。”也是。兄弟一笑，兩人往回走，聊着合歡宗裡的事情。可聊着聊着，宋蘭台突然問了句：“啥情況下你會對一個人沒興趣了？”“當然是吃飽的時候。”“我沒讓他吃上，他不配。”“哦。”兄弟順嘴說：“也正常，在外面吃飽了，回家你這邊就吃不下了唄。”這話講得快到後面的人聽得清清楚楚，停下步子。兄弟察覺到自己講了什麼，回頭看他，卻看宋蘭台冷冷一笑，特別肯定：“絕對不可能，他心裡只有我。”幾天後，宋蘭台約我城裡酒樓碰面，他不知咋了，對我特別冷淡。風月場所向來是合歡宗實習的根據地，他故意的，知道我沒來過，難免緊張慌亂。他坐在我旁邊，一聲不響，等着我向他求救。合歡宗的小師弟明顯和他串通過。道友姐姐，不如甩了你伴侶，跟我雙修咋樣？我沒搭腔，宋蘭台挑眉，眼神示意他兄弟，一副我講什麼來着的樣子。結果下一秒，我紅着臉醞釀着問那小師弟：“你叫啥名字？修道多久了？家住哪裡？”這話一出，旁邊看戲的都愣了，那小師弟更是冷汗直冒，傻傻的望向我後邊。走了。後邊的宋蘭台踢了踢我的腳，冷冰冰的對我講。我跟着出了門，卻跟丟了。他走得特快，其實就躲在巷子口，冷眼看我着急找他的樣子。他長得確實很難看，讓人討厭，果然很煩人。他眼神微冷，但想親我，很想親我的念頭讓他更煩，控制不住。我順着宋蘭台的心聲逮住了他，我裝作流淚，抱怨他不管我，害我好找。他帶笑聽着，低頭伸手握住我的手腕，我的手上多了一條新編的紅繩。我編了好久的。他掌指彎曲，與我十指緊扣，一對的。他問我：“你會一直帶着嗎？”我滿臉感動，當成寶貝，當成寶貝，發誓會永遠帶着。有一陣走神，深邃漆黑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半天。你也會一直帶着你給的。
他走後，我面無表情地把那紅繩扯下，扔進春江水裡，沒影了。我轉身要回家，卻發覺身後有人影閃過，我心裡一驚，很快看清來人是跟着我一路的師姐。剛才那男的是海報上那個合歡宗天賦異稟的滿級海王。我老實點頭。別靠近他了，他是合歡宗定好的下任掌門。修道大賽快到了，合歡宗使詐，我們無情道的好多人被騙失蹤啊！師姐氣憤傷心道：到現在生死未卜。我抬頭，不，我就要靠近。師姐看我这戀愛腦的樣子，氣得頭暈。你師兄不過是不肯給你睡，你求求他就是了。他那頂半條命的玉珠子法寶，說給你就給你，你要啥他會不給你？你哪怕是一時傷心，也不能找合歡宗的。我拉住他的手。鬧災荒那年，是師父救了5歲的我，師兄又照顧我很多年。我起初發現自己喜歡師兄，只想斷了這個念頭。他修道天賦極好，我不能耽誤他，所以我保持距離，想着過幾年學好算命，告別師父和師兄，下山找個中意的人湊合過普通的一輩子。我以為宋蘭台是個好選擇，他做的很棒的點心能賣很多錢，沒成想被套路了。雖然我不想修道，只想圖個畢業，可我吃無情道門派一口飯，我就不許別人愛地裡使壞搞垮他。我把計劃全講給了師姐，我本來以為師姐會不理解我，怪我，可她聽我講完，低頭又抬頭，撇嘴一笑，摟住我的肩膀，講道：師姐，我主修無情道，副修邪修，本人不才，學得最溜的就是偷合歡宗的情根。我一驚，那天回帖的邪修是師姐你？我倆對視，嘿嘿嘿一笑。你就是那個邪修，難怪你在這酒樓賣禁書。噓，保密，我那個號還要上網對線罵人呢。講完，他嘆氣：唉，你師兄要是知道，肯定不同意你親身涉險。他同意了。師姐驚訝：你給他灌了什麼迷魂湯？師姐又長嘆一口氣，習慣了師兄對我沒有底線，他念咒語教我偷情根。不過被偷情根的人只會暫時沒了法力幾年，偷了還能重做，毀掉才是徹底完蛋了。所以發帖時我才講，前提合歡宗的心甘情願送你情根，而且就算你一時騙到他願意主動給你，也得滴上他和你的血念咒，才能徹底毀掉情根。可這樣他就會知道你的心思，又咋會讓你如願？算了吧，師妹，輸了修道大賽，門派解散也不是你我。師姐講不下去了，眼圈發紅，死拽衣服。不，師姐。我冷靜地看向春江水道，我定要讓他們一報還一報。宋蘭台好幾天沒露面了，她正忙着陪她大師姐，師姐去哪兒，她就跟去哪兒。她給師姐做了許多甜點，但師姐跟她聊天時卻問她：蘭台，你咋魂不守舍的？她有嗎？宋蘭台只覺得說不上來，日子過得沒滋沒味。她回到自己屋裡，看到那天飯館裡我掉的手绢，她撿起卻沒還給我。現在她高高在上，冷眼瞧着那手帕，身上一陣燥熱。哼，她很火。那個晚上，她像發瘋般，完全控制不住。發洩完了，癱在軟床上，腦裡只有一個想法：哪來這麼大心頭？不可能！3天後，她要帶我回合歡宗煉化，送給師姐做法寶。3天後，天剛亮，宋蘭台給我發消息，說她發高燒，特別想見我。山洞中，外邊又下起春雨。她低眼，伸手來勾住我的小拇指。我打開它，認真給她熬藥。我特別在意。你咋燒成這樣才跟我講，讓人特別的掛念。燒傻了，我該怎麼辦才好？宋蘭台，我只剩下你了，你別死！她沒吭聲，只是老實盯着我掉眼淚。我腰上的玉珠子閃着極暗的光。她哭個啥？不明白自己快死了嗎？她死了，往後就沒人再給我熬藥了，也沒人再用那樣謹小信偽關心的眼神看我了。可那又如何？想給我主要的人多的是，缺他一個沒啥大不了。害了病的宋蘭台極其殘忍，我推開他的腦袋，脾氣那麼大的少爺也沒腦，又湊了上來。他摸了摸我腰上的玉珠，問：你也會這麼照顧你師兄嗎？也會推開他嗎？他乖巧還是我乖巧？我摸了摸他的頭髮。師兄和你不一樣，都是他在照顧我，我不推開他。宋蘭台帥氣的臉有一秒氣到變形，甩開我的手，可沒一會，他還是湊上來了，躺在我大腿上。不許喜歡其他人，只能喜歡我。他嘴上說的漂亮，讓人分不清真假。他說：我從小被當成下任掌門來養，小時候生病也得練功，敢哭就挨打。小道女友，要是我沒這麼強悍，你還會喜歡我嗎？要是你被趕出門派，不要慌，我帶你去闖蕩江湖，絕不扔下你。他沒再出聲，山洞水汽彌漫，光線微弱，外面春雨連綿。許久，他呵笑一聲，
笑容裡透着點溫暖。修无情道的，別隨便講這種話。我握住他的手，我講真的。他抬眼和我對看，半天才移開。火堆啪的一響，全燒光了。該收場了，我又不愛他。他站起，似笑非笑。你跟我回合歡宗咋樣？我一天都離不開你，想和你長長久久。洞裡安靜，不知誰心裡一緊。行。他有點驚訝，再三確定。真跟我走？我點點頭，笑着說：“因為喜歡你啊。”他側頭沒看我的雙眼，可我聽到他的心聲。其實他也沒必要死。我查過古書，練成法寶也能重造肉體，只是復活後會忘掉所有。等修道大會開完，師姐用不上他了，我就重塑他。那時候他哪兒都去不着，只能待在合歡宗。他可以先給師姐做打雜丫鬟，要是他能逗我開心，我也不反对他去我那兒伺候。宋蘭台踩肩帶我拽着他問：“我這樣跟你回去，算結婚嗎？”他一愣：“你想跟我結婚？”我現在啥東西都沒了，就剩一顆真心是你的了。他手心發涼，眼裡有點後悔，轉瞬即逝。這種話沒人對他講過。真好哄。誰稀罕他那顆破心，隨隨便便說愛就愛。我問他：“那你呢，宋蘭台？你肯交給我什麼？”他死抓我的手腕，沒憋住親我的手，話卻講得極輕，好像怕嚇着了什麼。我的全是你。他念咒，逼出他的情根，小得像白玉珠，掉進我的手心。他的心聲念道：“給他，只是為了暫時讓他踏實。回了合歡宗，他就隨便拿捏了。”剛進合歡宗，我就被鎖了起來。宋蘭台的師姐柳嫣嫣踢了踢我腳上的鐵鏈，一張極俊俏的臉端詳着我。你想和蘭台結婚，憑你？你覺得他是真心喜歡你嗎？所以說，无情道活該完蛋。這回修道大會本是你們翻盤的唯一機會，可惜全中了我們合歡宗的套。能和我們打的只有你師兄，他本想搭上他自己，換無情道一條活路的。起初我還有點忌憚的，還好現在你個拖後腿的，馬上成我的法寶了。柳嫣嫣湊到我耳邊，小聲笑問：“蠢豬，你說，要是你師兄清楚法寶裡大火正燒着你，還有心思跟我們幹架嗎？”宋蘭台來看過我，他覺得我得知真相會發火，但我卻滿臉淡定。我越這般，他越慌。他幫我擦乾淨手，對我說：“等一切辦妥之後，我會替你重造肉身。和我結婚是不行的，你沒資格，但我可以養着你。”我抬眼問他：“苟合嗎？”別講那麼難聽，也是你自願的，不是嗎？他悠悠看着我，終於不再偽裝。你倒貼不是嗎？房裡有些冷得慌，凍得他待不住了。他給我加了盆炭火，就溜了。我抬頭掃了眼周圍環境，這肯定是宋蘭台臥室的地下室，滿屋子瓶瓶罐罐的法寶。我念咒，逐個分辨。這是合歡宗的印記，他們連自己人都不放過嗎？沒靠山的底層弟子都被煉成了法寶嗎？這是在給那些參加修道大賽的富貴子弟鋪路。我仔細端詳，這些法寶都連着柳嫣嫣的命魂，而柳嫣嫣的又連着宋蘭台的。原來是這樣，他們裡面真正天賦絕頂的只有宋蘭台一人，故而他的情根連着全部參加修道大會富家子弟的情根。第二天，宋蘭台又來了。如果明天你老實跳下煉火台，等以後你真想跟我結婚，我可以收你做小老婆。講完，他抬眼看我，想看我是不是哭得很慘，像以前在山洞那樣，一哭就往他懷裡鑽。但我什麼也沒講。他皺眉，走到我旁邊，扯住我的衣裳：“明天我給你換件衣服，別讓血弄髒了。”這身衣服跟那天他發高燒我伺候他的是同一件。他記得那會我講，我絕不扔下他。他輕聲道：“明天只是有點痛，你忍忍就行了。”好。晚上，地宮裡安靜沒人。我摸出提前塞在戒指裡的麻袋，又掏出那顆小小白玉珠，宋蘭台的情根。閉眼念咒，微光閃過，地宮裡的法寶輕輕抖動。念完，地下室又變回死寂，除了師兄送我的那件法寶亮着微光，背後一塊石頭靜悄悄掉在我手邊。我轉頭看向地宮唯一通風的窄窗外，明月高掛，月亮前的樹枝上站着我那英俊瀟灑、冷冷清清的師兄李長路。他說：“帶你回家。”他念咒，我雙眼一黑，再睜眼時，我從他的法寶裡出來，彩劍在半空，一路飛回無情道大門。師姐在山門口等着我，看到我時，猛地撲來把我抱住。我的師妹，師姐，我嘿嘿一笑，我搞到了。我明白啊，你搞到宋蘭台的情根了。不，我把合歡宗參賽的那些富家小弟的情根全弄來了。逃出地宮時，師兄用了替身術，另一個假身體的我，第二天在合歡宗一夥人的歡呼中，一頭栽進火燒的煉台裡。被舉到半空的柳嫣嫣卻扭頭在找宋蘭台。人群中，宋蘭台躲藏在黑影裡，她本該是最開心的人。
他是搞成這一切的人，可他啥話也沒講，轉身回了臥室，那裡有他親自做的喜服給我穿的，他會保證一切萬無一失，修道大會照常舉行。無情道肯定沒戲，等着團滅吧！合歡宗的人喊得最兇，而真相也跟他們講的一樣，在師兄出戰前，把把都輸，被打得毫無退路，場內嘲諷不斷。柳嫣嫣打得最牛，她手裡的法寶冒着白色的火球，刺眼奪目。李長路登場，他找茬地問：“你們這就沒人了？終於捨得讓你上了。”他搖了搖手裡的法寶，更加囂張。這幾天我走丟的消息傳遍了武林，誰都清楚他最在乎的師妹不見了。高位上的宋蘭台散漫地拖着腦袋，抬起眼皮，仔細端詳着這個傳說裡的我的師兄的長相。李長路舉劍，柳嫣嫣連連後退，幾次差點被刺穿。他轉頭看向宋蘭台，宋蘭台懂了，長腿一跨，也下場了。場內一陣激動吶喊，誰都想看門派最強的李芳如被打得慘敗，但2打1不公平。李長路叫停，柳嫣嫣讥笑一聲，我倒要瞧瞧，你們无情道还能派出誰來應戰？旁邊人張望，議論不斷。宋蘭台和柳嫣嫣加一塊，已經是合歡宗新一輩最強實力了。更何況柳嫣嫣那法寶裡面裝着多少條人命？無情道拿啥去贏？人堆裡有個好看小師妹低着頭，死死盯着合歡宗的那倆人，生氣卻不敢出聲。幾天前，她還在酒席上覺得宋蘭台長得特帥氣，心生喜歡。但現在，那個和她一塊八卦別人的閨蜜已經長眠了，成了柳嫣嫣的法寶。她和閨蜜都是合歡宗裡最沒靠山的。但他守本分，甚至以前崇拜師姐。此刻，他只想來個人弄死這些少爺，但他恨自己的沒用。他死鑽裙擺，低頭拼命祈求，求老天爺從天而降一個女神仙，懲惡揚善，絕不可能。他不敢看了，不敢抬頭，悄悄掉着眼淚。我上。不遠處飄來一聲大吼，場上大叫。他掛着淚，吃驚地抬起臉。我慢悠悠地走出來，半個字也沒講，沒給周圍的人半點回神的時間。扛着袋子，舉手，劍來！我猛地躍起，身手乾淨利索，狠狠衝宋蘭台的心窩扎進去，手裡劍直抖，她的血噴出，噴在我手心裡。太幼稚了！有人回過神来，他覺得扎進心窩，宋蘭亭就能死掉嗎？修仙的人身體早就無敵，只有情根。話還沒完，宋蘭台吃驚地盯着我，但她動作特快，拔出我的劍，但她沒去捂胸口的鮮血，而是悲慘看着我，死死握住我的手。我沒等他把話講完，我咬爛自己的指頭，他的血混着我的血。柳嫣嫣撲過來想拿法寶劈死我，我嘴裡包血，笑着說斷情咒。我順手把他那顆小小白玉珠掐碎，徹底砸爛。背後一袋子的情根像是有感應，血脈連着一塊炸開。柳嫣嫣立馬噴血，跪倒在我身旁。她沒法接受，她的法力全被廢掉，那是她最拿得出手的玩意。在場的合歡宗有比賽名額的都廢了法力，那些沒有比賽名額的從驚嚇裡醒過來狂笑，憋屈的心情發洩。他們比誰都恨他。別的門派早看合歡宗不爽，只覺痛快，挨個打聽我的名字。場內，宋蘭台死攥我的手，半天不願放開。我踹開他的手，他喘着粗氣問我：“為啥？你不是？”哦，你不清楚嗎？我雖天賦不好，也不想修仙，但我該練的就拼命練。他覺得我就是個沒有任何武力、無情到最廢的戀愛腦師妹，管不住內心的垃圾。開玩笑，我衝他淡淡一笑，我只是管不住我自己，該練的劍招我死命練，嫌棄歸嫌棄，不想練歸不想練，可同一批進的，靠拼命練習穩坐第一把椅。他傻傻的聽完，然後苦笑，笑裡是藏蓋不住的誇讚，還有再也憋不住的悔恨。宋蘭台腦袋暈死前講了最後的一句：“原來你完全沒有愛上我。”他的靈魂在死前領他去了他最想去的地界。他看到山洞中那天春雨綿綿，無情道逍遙。他倒在我的腿上，我拄着要照顧他，我的手上還有他打的紅繩。他想張嘴問我：“明天還吃點心嗎？明天還來見我嗎？”我啥東西都不稀罕，你可不可帶我下山去四處快活？但他還沒來得及出聲，我先埋下頭，輕輕地揉着他的頭髮。就此為止吧，宋蘭台，這就叫一報還一報。修道大會搞完後，合歡宗絕後，外表風光，裡面空虛，一受挫就以極快的速度徹底完蛋。消息送來時，我正打包行李，打算離開門派，去四處快活，下山算過水，過我的安逸小日子。我探過小窗戶，看到一棵長得極好的狗尾巴草。我想起最起初那會，我下山見情郎被師兄逮住的那天晚上。師兄不懂，但李長路學習本事極強，日常裡瞅着極高冷，話少，很難靠近。私下裡談吐向來風趣，又很會撩人。那晚春風和氣，大床之上，你師兄我看一眼就會，舉一反三，頂尖厲害。我捂住臉，師兄閉嘴。他慢慢拿開我的手，側頭看我，笑着挑眉。
不是師妹你想睡覺的嗎？我發懵，這跟他閉嘴有啥子關係？他看懂了我的臉色，我死死捂住了他的嘴。大半夜的，他爬起推窗看月亮。李长路，你要去哪兒？没去哪兒。他揉了揉我的頭髮，心太亂了。他的锁骨特好看，咬着狗尾巴草坐在窗台上编戒指。我一邊盯着一邊想，啥男生咬着草还能這般帥氣迷人？那草是我給他的愛情信物。半個多鐘前，屋外雨勢變猛，最厲害時他紅着眼強憋着，壞心眼的吊着，非讓我給個名分。我被逼得沒法，伸手從窗戶折了狗尾巴草給他。喏，定情玩意兒。窗外那根狗尾巴草是5歲我剛到門派時跟李長路一塊種下的。那會我咋樣都不願撒手，咋就不聽話呢？師母很氣，可瞅見我身上一路逃荒熬出來的傷疤，又心酸掉淚。那會7歲的師兄走了進來，他蹲下身給我擦臉，啥話也沒問，由着我拽着狗尾巴草，吃飯也抓，睡覺也抓，就是跟在李長路後頭，多出一隻手死抓他的劍墜。晚上被窩中，他問我：“你能跟師兄講講，你為啥死抓狗尾巴草嗎？”我盯了他半天，小聲嘀咕：“我媽死的那會兒，這是她身上僅有的物件，不抓緊，我老娘就找不着我了。”李長路一傻，他拉着我的手，翻窗把狗尾巴草種在窗外。第2年的春天，那棵草長得老高了，我也悟了，親媽回不來了，但老娘找得到我。眼下2根狗尾巴草在他手裡打成戒指，戴在他手上，也戴在我手上。那會我小聲對他講：“我還是要去找宋蘭台的。”師兄手一緊，問我：“是我不如他嗎？”不是，師兄天下第一好，只是師兄，我有想辦的事情。行。師兄，你還沒問我是啥子事情呢。不管你想搞什麼，李長路都支持。那天晚上過後，第2天剛蒙蒙亮，大雨没停，下得更加嚇人。師傅，我不練無情道了。師傅走到他跟前，問他：“想好了？”他挺着腰板：“鬼子事情呢？”不管你想搞什麼，李長路都支持。那天晚上過後，第2天剛蒙蒙亮，大雨没停，下得更加嚇人。師傅，我不練無情道了。師傅走到他跟前，問他：“想好了？”他挺着腰板，跪地再沒吭聲，一跪就是半天，直到別的師兄看不下去，跑去蹲在他旁邊。師傅讓你看着師妹，你咋個自己先栽進去了？看上師妹是啥意思？李長路抬起好看的雙眼，發呆。看上師妹啥意思？他講完，樂了樂，瞬間迷上了這句話。看上師妹？別的師兄翻白眼，受不了他笑得這麼騷包。你顯擺什麼？唉，師妹咋受得了你？對啊，你的道還修不修了？你可是咱們無情道門派第1啊！李長路側臉，笑得超級溫柔，偏偏一張嘴就特別欠揍。師父講了，我講了，我天分極高，修仙，我練啥子道都行，修他個樂器、煉丹、用毒、玩樂道、吃貨道都行。可師妹，我就只有一個。哦，他認真補刀，點心道不修。我打着傘過去接他，他跪在泥裡，瞅見我就開始賣慘。師妹，你師兄我心口痛。我清楚他存心逗我，他明白這會子情況，我肯定去拉他的手。哎呦！他半邊身子靠在我肩膀。你師兄我沒力氣了。低頭壞笑，輕輕親我。我問他咋個親嘴的功夫，不講沒力氣了？他壞壞的偷着樂。哦，這會子有勁了，你還會讓我抱嗎？我推開他，卻瞅見他袖管裡蓋着的鞭傷。師傅是下狠手的抽他，我心裡一痛。他反倒一樂，揉了揉我的腦瓜。師兄不痛。我5歲那會兒，7歲的李長路摟着哭紅雙眼的我聽早課，帶我下山去聽戲，教我練劍。我所有對武林的幻想全是從他來。那會兒我很難受，我明白喜歡師兄是不對的，故而我想自己下山去，不見就不會為了沒法子成真的念想而掉眼淚。李長路曉得我做夢叫他時也傻了好幾天眼，他怕我只是一陣熱度，他怕我為了他壞了前程，以後懊悔，但他壓根沒想過要扔下我。但後來他發覺了我想開溜，我也會找下家，故而他無所謂，日子輕輕鬆鬆過一回，路有無數條。可他只認師妹，師妹去哪他就去哪。後來再後來，我和李長路成了武林神話。那講故事的生得風度翩翩，去遲了就沒座了。半山腰上，茶館前塞滿人，都在盼着說書老板出場。那人的嗓音清脆悅耳，正扒拉着無情道死磕合歡宗的八卦。修道大會前夕，無情道衰敗，馬上完蛋。一個接一個無情道的被合歡宗的騙走真心，直到無情道出了個抵不住勾引的小師妹，吃了合歡宗那個天賦極高的滿級海王的虧，他啥都不顧的丟掉一切，要跟人家會合歡宗。可誰知他順了合歡宗一大代的情根就跑路，那些過慣了騙人感情害死人命的合歡宗才發覺到這哪兒是頂不住誘惑，
這是出了個頂級合歡宗的，進了無情道的门派。故事扯完了，那好看。双叔老板收了摊，抓起剑，凑热闹的小妹妹扯住他衣服。那个小师妹叫啥子名字嘛？那人一乐，她呀，叫林归路。声音刚落，他抬眼瞅见我揣手平淡的从人堆上头踩剑飞过，飞向最远边，白花花的云朵，天上一個亮堂堂的太陽。我的高馬尾像兔子耳朵一般在風裡亂晃。他叫劍追上我，講道：師妹，下山去嗎？